看错了，肯定看错了。小兄弟，怎么回事？山上出了什么情况？两帮子人打起来了，李奶的棺材被挖出来了，现在要拉到火葬场火化。龟孙子老全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提前都不跟我说。他激动地伸出一根手指，颤颤巍巍。1天之内落棺出关，生人惊扰，白天见太阳，晚上见月亮，这是大忌呀！这就是让我宋王好心办了坏事。咱们现在赶快去阻止，如果再见了血，那就完了。别了吧，宋子，我着急上厕所，你自己去吧。到了水库，两伙人还在打。李家后人这边因为人多，明显占了上风，把棺材挖出来的这伙人被打惨，其中有2个被人头朝下丢下去，现在还在水库里扑棱。都给我住手，别打了！人给你下了通知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妈养儿子，儿子埋妈，天经地义，老天爷都管不着。你要是早跟我说，我就想办法换地方了。现在风水口坏了，你懂后果吗？反了天了！敢殴打公职人员，等着吧，你们等着吧，把你们这帮人全抓起来！误会，咱们闹误会了，我们不会跟有关部门对着干的。还不会对着干？你看看我头这里都被打破了。哪呢？没有啊，哪有？哼！这样，牛老弟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3天后你们把棺材拉走，该火化火化。咱们老百姓不愿意给政府添麻烦，现在出了这种事都是受害者，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吧。还有，你放心，我让他们老李家赔你们医药费，1个人2000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这事儿要是我追究，他们全都得进去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这不是咱们都是乡里乡亲吗？没必要那样。今天终于碰到个讲理的人了，钱你们要赔，3天后我再来拉棺材，要是还敢拦，就都进去蹲着吧！一定。宋先生，你在找什么？帮忙找，看棺材上有没有沾到血。没有，我这里也没有。那就好，去拿杠子绳子吧，这地方不能葬了，先抬回去再说。等一下，先生，你快来看看。快把棺材抬回去。就这样，棺材又被李家人抬了回来。这时候晚上10点多，人陆续出去，我也正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却被宋先生给拦住了。怎么了，小兄弟？你不是有这方面研究？你说2句。我不懂，就是瞎研究。先生，你说怎么了？洗丧本是好事，可在短1天之内入土出土，见阳光见月亮，还碰到了人血，没有一个吉利的，我就怕喜丧变重丧了。喜丧变重丧，是不是犯呼了？他一脸冷漠，点了点头。这个词儿我听说过，重丧在我们东北也叫犯呼，说的是家里先有一个人过世，然后在短时间内接连有直系亲属过世。这件事他们先生眼里就是典型的重丧。我拖着下巴点头，其实一句都没听懂。我觉得冲别人没事，别冲我就行。宋先生摸着下巴想了想，又说：咱们明天再观察1天，看棺材底下有没有白蚂蚁，如果出现了白蚂蚁，就只能开棺了。兄弟，我刚才打人了，是不是会被抓起来，然后再给我判刑？是啊，你打人公职人员，估计可能是个死缓。我后悔了，刚才实在太冲动了。我喜欢隔壁村一个女孩，还没表白，我家里还有80岁的。看封土的大小，地下的古墓应该有小几十平，如果是宋墓，那也不会是平民墓，可能是个官什么的。算了，先回去睡觉吧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是的呀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黑到你了？这快11点了，半夜3更的，你不睡觉，在这里抖什么抖？我在听歌啊，在没唱，燕舞步，家里人都睡下了，都出来了。你叫什么名？我想凤。我叫李爷，村里人都叫我爷子。和他站在河边聊了一会，他告诉我，他靠自己抓蛤蟆做蝉衣攒钱，想攒够钱了，就去参加明年的第2届超级女声。反正周围没人，要不你唱一段我听听？好啊。小冤家不该骂，像个傻瓜，谁知道？停！啊，怎么了？我还没唱哩。你条件不行，我听过唱得好的，就你开口这2嗓子。怎么说？对了，在猪圈里赶小猪知道吧？就和你刚才开口一样。你这人太坏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那拜拜。走开2步，我突然想到一种可能，又退回来问：哎，美女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缺钱？你给我啊。这个人应该比二鹏举更合适，二鹏举打了人，没准过2天就进去了，而且他脑子还慢半拍，就是不够机灵，不能耳听8方眼观6路，这是一个人不好干。
如果和本地人搭伙，成功率会大大增加。你帮我一个忙，我给你500块钱。你确定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想让我？他脸颊有些发红，说到最后声音也小了。看他这样，我摇头说：“你想多了，我看起来是那种人。我想让你帮我盗墓。”什么东西？盗墓？对，盗墓，干不干？你现在答应，我明天就给。盗墓可是犯法的。还有，哪里有墓？反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带他去看看吧。你跟我来，咱们现在去水库转一圈。怎么不去？还是你害怕了？那里看到了没？那里不是你来的坟。我早就看过，李奶的坟下头就是古墓，不是唐代墓，就是宋代墓。你不是在骗我？真的假的？我带水库抓蛤蟆，可是天天路过这里，从来没听说这里有古墓。你不懂，你信我就行了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不用会，听我的，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。那你能给我多少钱？我签，怎么样？我真没少给。要知道，当地这里的工资才300多块钱一个月。他摇摇头，看着我直接说：“我不，我要5万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我笑了。此女果然不是俗人，也不是二鹏举能比的。我不生气，反而欣赏她。好，叶子，我向云峰从来不是小气的人，不管男女，在钱这方面，我从不让跟着我的人吃亏。你要5万，没问题，我可以给你，但咱们事先说好，这是买断价。事后墓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不能分。那墓里的东西能值多少钱？我哪知道，可能值100万，也可能就值100块。现在连墓主有什么陪葬品都不知道，说起来就跟买彩票一个原理。你让我考虑一天，明天带给你答复。我点头说没问题。回去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叶子突然让我在原地不要动。怎么了？你不要出声。快看快看，发财了！我从来没抓到过这么大的，这也太大了。你离我远点儿，快拿开，别往我脸上怼，恶心死了，赶快扔了。哼，扔了，我才不舍得扔，这么大的财衣，要是能完整的脱下来，肯定能卖不少钱。你手没事吧？没事儿啊，我刚才抓的时候用超电走了，再说了，只要不把蛤蟆背上的疙瘩弄破，都不会中毒。那行吧，先回去吧。这晚回去后，就各自回家睡觉了。我知道他家住哪，第二天上午就去找他。宋先生说今天要观察棺材下有没有白蚂蚁。说实话，李奶的事儿我不想掺和，因为一进去灵堂总感觉阴森森的，还是盗墓挣钱要紧。年轻人，你是谁？你找谁？大叔你好，我找李爷，找叶子。找我闺女，你不是我们村的吧？爸，让他进来吧，他是我朋友。你这又是在干什么？我带头前移，按理来说应该今天晚上脱，但这只个头太大了，如果不管，它会一边蜕皮一边吃，把自己皮都吃了，那样根本取不到完整的残衣。我看了看，蛤蟆刚才是活的，现在是半死不活，嘴周围被老虎钳夹得太狠，估计活不成了。我今天来问问，昨天我说的事儿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你考虑好了没有？我考虑好了，我不要5万块，我要分成。哈哈，那你想分多少？他估计早想好了，看着我，直接伸出4根手指说：“我要4成。”你的工作主要是买装备、递东西、看人放风，挖都是我来挖，我最多给你3成。最少4成，我肯定值这个价。磨了半天，他巴拉巴拉说自己怎么的，看实在磨不过，我摆手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成交，4成就4成，你可真能讲价。合作愉快，咱们要不要签个契约什么的？不用，签那玩意干什么？为了留下证据进局子方便。听清楚流程没？我开始挖了，你盯着周围，有事就喊对讲机。没问题。叶子猫着腰蹲在大树底下，黑暗中，他一双眼睛来回扫视着上山的路。这位置居高临下，能看清周围一切。为了省时间，我直接从李奶的坟坑中间向下挖，没有旋风铲，用的普通铁锹，叶子家拿来的。好在没什么石头，土堆到了一边，跳下去接着刨土，装满1桶。我晃了晃绳子，小声说：“往上拉，速度快点儿。”知道了。快点，倒了再卸下来。
这他妈是什么鬼地方？怎么这么多茅坑？墓室地上有10几个圆坑，每个圆坑之间间隔1米左右。我蹲下用手电照了照，这些圆坑2、3米深，坑底有积水，依稀能看到有些烂成渣渣的烂布条泡在泥水中。还有，在这些圆坑边缘处埋着一块青砖，用手一擦灰，青砖上刻着2个字：泽园。这是哪种墓室结构？这么多坑，难道是古代公厕？怎么了？完了完了，唐风，我看到有人过来了，这妈蛋这妈办？有多远？有几百米，打着手电筒。完了，唐风，你快上来，我看到了，是王云红。还愣着，快把绳子扔下来！从水库下来只有这一条路，根本没地方藏。要是什么都不管往山上跑，那人只要过来，盗洞100%会被看到。情急之下，叶子突然推了我一把，他把我扑倒，然后直接一屁股坐在了我腰上。谁在那里？叶子，你干什么？这男的是谁？二红子，你怎么走路没声的呀？大半夜你来水库干嘛？吓人一跳。哦，是吗？兄弟，我没见过你，别村的吧？你这不行啊！我听得眉头直皱，这人手上戴着皮手套，拿着蛇皮布袋，摆明就是半夜来水库抓蟾蜍的。看我皱眉，他搓了搓手，小声在我耳旁说：兄弟，这大半夜的，你们年轻人就是会呀，能不能加我一个？老哥，我帮你磨合磨合。老哥，我帮你磨合磨合。呵呵，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疯了，唐风，你疯了，你打死人了！完了完了，我们杀人了！放心，你怕个球，人还没死。没死有什么用？他都看到我们了，而且眼看着天要亮了。忽然，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狠毒。唐风，要不我们2个把他……把他怎么？你是想说拿铁锹拍烂他脑袋，再绑上石头丢水库里？别傻了，要那样，咱俩不就成杀人犯了？杀人罪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别管，人短时间醒不来，把他拖草里藏起来，我们继续干活。还挖？不是，你怎么还敢挖？我懒得解释，当下直接拽着王永红，把人拖到了草窝里，再次下到了墓室里。不同于上一次，这次我喊叶子下来帮忙，这是为了加快速度，赶在天亮之前完活。没人在上头放风，就等于增加了危险性，但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哇，原来我们城镇有古墓啊！别看了，快过来帮忙。什么东西？咦，这什么玩意？我把这东西抱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个盖着盖子的大瓷罐子，不知道干嘛用的。这大罐子通体雪白，通身带有刻花，坑里除了这只大白罐子，再没别的东西。我又下别的坑找，全都是这种大罐子，每个坑底放着一个。看了下时间，早上7点半，不知不觉天亮了。还有没有了？没了，一共4个，坏了2个。行，快上来。藏这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先去水库洗个澡，你在这看着。那他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对策，我打他是学的田三九做事方式，接下来就要学把头了。我背着满头是血的王永红回了村子，叶子跟在我身后，我让他表情自然点。儿子，儿子，醒醒！叶子，我儿子这是怎么了？我悄悄使了个眼色，来的路上我就教叶子怎么说了。现在我就不怕人看，反而是看的人越多越好。叶子唱歌不好听，但他是个戏精。我知道了，叶子，是不是二公子耍你了？你快说是不是？叶子断断续续抽泣，低着头，不停地抹眼泪。他走到我身旁，紧紧抓着我胳膊。是不是二红子耍你了？你喊救命，这小兄弟为了救你，用棍子打了二红子，对不对？胡说！我儿子怎么会耍他？现在我儿子还没醒，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二红妈，你们儿子什么德行？咋天井村谁不知道啊？咋的？你还这么厉害？还想打叶子啊？就是人没报警抓走你儿子就不错了，还这人厉害。二婶子，
别说了，赶快找车送卫生院去看看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拉着叶子挤出来人群，看没人注意，叶子对我眨了眨眼。什么叫表演的最高临界？最高境界就是站在那儿，一句话都没说，看的人都懂了。二红子就没看到土包上的盗洞，况且现在就算他马上醒来，也是百口莫辩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我相信如果把头在，他也会这么干。闺女，告诉爹，二红子那孙子耍没耍着你？他要是耍着你了，我现在就去打死他。弟，他没耍着我，还是多亏了韩风。好，那就好。闺女，你吓死爹了。小伙子，听我闺女说你是叫向风是吧？家里是哪儿的？东北的黑龙江。那么远，那你怎么跑我们这山沟沟里来了？我来旅游的。这菜是真好吃，叶子真会做饭，小米辣炒鸡肉，下饭一绝。那家里有几口人呢？还有你父母呢？家里没什么人了，父母也不在了。叶子爸表情一愣，我没在意，又低头继续吃饭。果然，我在门口听到他爸小声说：“闺女，我看这小伙子很好，人也挺老实的，而且长得方方正正的，个子还高。最重要的是他没父母，你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，光你们小两口过日子了。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有点远。”怎么一棍子打了个老丈人出来了？叶子，你出来下。快去！我爸刚才说的，你是不是都听到了？对啊，都听到了。哪里？你别多想，我不喜欢你，对你也没什么感觉。我不喜欢你，对你也没什么感觉。哼，是你想多了，谁稀罕你一样。别说这个了，趁中午都睡觉，我得赶快去拿罐子，藏草里时间久了，怕被人发现。哪里快起了？晌午12点，村里看不到什么人，大白罐子都在，一个不少，顶着大太阳推车正走着。我突然碰到了宋先生，他看起来也很着急。小兄弟，你这推的什么？要去哪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生活用品，锅碗瓢盆什么的。我不是搬地方住了吗？先生，你这是去哪？出问题了！我昨天晚上烧纸钱，在李奶的棺材底下看到了2只白蚂蚁。那没事吧？棺材底下阴凉，大夏天招蚂蚁不是很正常吗？别想多了。不，那不一样，这是官邸蚁，而且不是阴凉招来的，是阴气招来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回头见。把从墓坑里挖出来白罐子都推回去，我直接反锁了门，数了数，正好10个白罐子。拿掉盖子，我发现里头竟然还包着好几层防潮油纸，就是以前古代做油纸伞的那种材料。撕掉这些，我抱起来罐子，探头向里看。咦，这怎么像是一大堆旺旺雪饼？最早的旺旺雪饼就是这种类长方形的，可也不对啊。靠近鼻子闻了闻，无色无味，随手掏出打火机烧了烧，也烧不着。突然间，我又想到了什么。我知道了，这他妈是古代的骨灰啊！没错，就是这坛是，这坛也是，有个屁！全都是装的一块一块的老骨灰，忒大了。这都不知道多少个人的骨灰，我晚上还要在屋里睡觉，看着不舒服，就装了几个麻袋，全都扔去了。想赚钱，现在唯一希望就是眼前地上这10个大白罐子，宋代的白瓷雕花罐子。这个绝对不是魂瓶，魂瓶都是小口，盖子上会雕上小房子，各种小人，可要万一是北宋定窑大罐，就发大财了。有10个，应该能卖不少钱，先去网吧看看吧。吃了没？吃了，师傅住的远不远？妹妹，你去叫一下。保险起见，我们聊天都不叫对方名字，我称把头是师傅，小轩是妹妹。师傅在旅馆，走过来要20分钟，等一下，我先挂机去给你喊过来。好。你看什么？没事，看你跟哪个妹妹聊天呢？突然，我忘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把手机里的罐子照片发到 QQ 上。我求助一旁正喝啤酒的甩头哥，问他怎么弄。你这手机先进，有内存卡，你把内部卡拔下来装到读卡器上，再搞到电脑上就行了。我没有读卡器，你给我整一下。行。强哥，你读卡器给我拿一下。看球啊你，自己拿吧，在抽屉里。兄弟，这什么东西？是给家里买的腌咸菜用的罐子，发过去问问看大小合适不？甩头哥一仰脖子，喝完了一瓶啤酒，开始在那里看电影。我把罐子照片发过去，又等了大概10多分钟，小轩发消息过来说：
发的什么鬼？我又发过去几张。小轩回话说：怎么老发拼音字母？又聊了几分钟，看得实在费劲。我让把头说小轩打字，北宋的定窑白瓷罐子正好有电脑，我又上网查了查，光泽窑和随白瓷、舒府釉白瓷应该差不多，价格肯定过5位数。如果一个卖2万，10个就能卖20万。但我这些都有盖还完整，估计不止2万。宋代的漏泽园，漏泽园的意思就是古代由官府督办，集中埋藏收敛无主尸骸的坟墓。我推测一个罐子里最少放了7个人的骨灰，12个罐子就80多，也就是说这个30平左右的古墓中住了80多个人。哥哥姐姐、大爷大妈、叔叔婶婶们，别见怪，我就是求个财。这里干燥，风景好，总比泡在水里好。你们就住在这里吧。说完，把3炷香插在地上，然后我就回屋睡觉了。唐风，那些坛子能卖多少钱？这个不一定，有可能卖10万吧。那我不是赔了，我分4成，只能分10万。之前你还说给的，唐风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你不会骗我吧？我那么信任你。都说了，不一定，也有可能卖20万，都是要谈的，你慌什么？唐风，你昨天是不是去网吧看哪个了？胡说八道！你听谁说我去网吧了？哎呀，你别管，反正我听别人说的。说完，叶子递给了我一把钥匙。你们能猜到他接下来说什么吗？水库北边有间房子，是早年荒废的观测站，我换锁了，以前晚上不回家就带了2岁。那你给我这钥匙干什么？怎么，我脸上有东西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直接？你以前谈过几个男朋友？都谈过一个，还是上学时候的事儿。从这件事儿能看出来，叶子心底有野心，他绝对不是喜欢我这个人这么简单。昨晚我在小强网吧，今天他就知道了，这说明他特意背地里找人打听过，他担心我骗他，怕我少分他钱，或者我拿着东西跑了，所以算了吧，晚上有事，宋先生找我过去帮忙，下次再说吧。唐风，你怎么这么能忍？你想套住我脖子是算错了，你以为你是绝世美女？我可见过好几个长得比你好看的，身材比你好的，大风大浪都见过，你还嫩点儿。唐风，你晚上有没有空？这次房间钥匙，水库东边有间小房子，我晚上都住在那里。怎么，我脸上有东西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直接？你以前谈过几个男朋友？都谈过一个，还是上学时候的事儿。从这件事儿能看出来，叶子心底有野心，他绝对不是喜欢我这个人这么简单。昨晚我在小强网吧，今天他就知道了，这说明他特意背地里找人打听过。怎么样，东雷哥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老古董，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。没错，是个老东西，这是清代腌咸菜用的坛子，你看盖子这里有痕迹，这都是以前腌咸菜的时候怕密封不好，用石头压出来的痕迹。什么清代的？这明明是北宋光泽窑的白釉大罐，是正儿八经的地方窑口高古瓷，怎么到你口中成了咸菜坛子了？你家里有多少个这东西？就这一个，东雷哥，既然你说不多见，那你能给多少钱？这样吧，难得有个儿，我给你个高价，给你260块吧。滚！有事儿就说事儿呗，还非得动了手啊？后悔了？现在还来得及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我给你5万，这10个罐子都是我的，怎么样？唐风，我感觉你是不是在坑我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？我坑你干什么？罐子能卖多少都不知道，我还是垫钱给你的。可为啥我心里不踏实哩？总感觉你能把这些罐子卖大钱。这样吧，唐风，你给我10万吧，然后这些罐子都是你的了。不行，最多给你6万。9万行吗？那就给我8万吧，最少了。叶子，你这让我很难办，很大概率我就亏了，砸手里了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唐风，小峰峰，你就给我8万吗？你肯定不会亏的，有了这8万块钱，我都能去大城市学唱歌啦。你别往我身上蹭，算了算了，就当个我支持你的梦想了，亏我也认了，就给你8万吧。那咱就说好了，过后谁都不许反悔。绝对不反悔，谁反悔谁就是小狗。宋先生，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？还托人捎话？来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师弟老查，以前专攻白事而出殡，现在在市里帮有钱人看相算命。哦，您好。你好。文化局的人昨天下午来了，要把老人拉去火化，
我好说歹说，又争取了1天半时间，我把我师弟请来了，今天晚上说什么都要处理完。说完话，宋先生从怀中掏出一张包着的白纸，他打开纸，里头全都是白蚂蚁，一大团上百只，有的还活着，互相抱成一团儿，有数不清的蚂蚁腿，看着恶心。看到了吧，这都是在李奶棺材底下抓到的。他这师弟姓查，在市里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叫查户口，意思是说这人算命看相准，跟查了人家里户口本一样。看了眼白蚂蚁，这下巴满是胡子的男人说：棺材见血，蚂蚁抱团，今天必须烧了。烧了就烧了，你们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专门吃白饭的风水先生。李奶家直系亲属要避嫌，我前2天打听了，你不是直系亲属，但当时你在现场，下山还帮忙抬了棺材，这就是沾染了因果，我当然要叫你。那你想让我干什么？背尸。救命啊！喂，小伙子别跑，我和我师弟是白氏先生，你帮李奶抬过棺就是李奶小辈，这事只能小辈来干。二鹏举也是小辈，叶子也是小辈，你去找他们，来找我干什么？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师弟帮你算过，你命估最合适。哈哈，小伙子，家里父母不在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知道我看你面相看出来什么了？不知道。水深池子浅，池浅王八多，你就是池子里最显眼的那只王八，迟早会露头。水深池子浅，池浅王八多，你就是池子里最显眼的那只王八，迟早会露头。两人说的话差不多，这难道会是巧合？别看我成天嬉皮笑脸浪来浪去，其实心底深处一直在惧怕某个东西，要不然上次老鸡脚婆骗我也不可能信他的话。你们说的背尸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的，当初我选那个地方下葬，本意是想做成关上关，那玉山的风水口是将军山，将军山下关上关，这对后代来说是非常好的风水局。现在那个风水局破了，如果让文化局的直接烧了李奶，那将祸患无穷，那样他们家后代都成要饭的了。那你们不也是去烧？反正都是烧。不，我们烧和火葬场的烧不一样，等下你就知道。晚上进到灵堂，宋先生端来一个脸盆让我洗手，水有些发红，看着有些恶心。他让我洗了手，用手拍棺材。福建贵州很多地方土葬埋得浅，而且不钉棺材钉，宋先生说这叫后背教棺。而当棺材板打开的那一刻，我看傻眼了。李奶眼睛肿，脸蛋肿，肚子肿，手也肿，哪都肿，就像是有人用打气筒给他打了气，顿时臭味很大，直往鼻子里钻。我甚至都怀疑李奶寿衣底下是不是生活去了。小伙子，转过身去，别看。背好了，路上千万不要摔倒。我们现在去土灵沟，那里我都准备好了，去把李奶给烧了，去把李奶给烧了。不行了，不光累，关键是太臭了，熏得我头晕。怎么样？现在不臭了吧？哈哈，不用谢。师弟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大的烟味？师弟，行里忌讳，可别乱说，我们都没抽烟，哪来的烟味？我是没闻到。你们都没闻到？我鼻子都堵严了，你看我做甚？别说了，快走吧。继续赶路，从天井村出来，要想到土灵沟必须翻过一个山坡，当地人叫狼坡，是那里根本没有狼。喘气功夫，我扭头看了眼，怎么还流黄水了？小伙子，再坚持坚持，过了狼坡这里就快到地方了。谢谢，刚被酸枣树的刺勾住大腿了。行了，没事就赶紧走了。怎么了，师弟？你看，快滚！不看看谁在这里？再不老实，我就打死鬼了。鬼？眼花了，眼花了，绝对是看错了。李奶在我背上，怎么会跑到酸枣树底下？怎么停下了？走啊！宋先生光顾着看前头路，他没看到，就我看到了，我掉头就跑。鬼，有鬼，有烟，鬼抽烟。哪里？在哪里？哪里有鬼？救命啊！你们两个跑什么？
谁在那里蹲着？说话！别照，是我呀！酸枣树底下蹲着一位老大娘，我不认识，身高比较矮，1.5米左右。就是她刚才蹲在酸枣树底下不吭声，也不动。我和宋先生此刻都跑出去老远，回头看到这情景，他走回来大声说：“哎呦，误会了，我来偷酸枣的，怎么敢吭声啊？这又不是我家的酸枣树，孙子马上要交学杂费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赶紧走，别在这里待着了。”好，我这就走。刚才真吓我一跳，我跑就跑了，你怎么那么快，还跑我前头了？虽然说我是干这个的，但我也怕鬼，因为以前见过。你以前真见过鬼？是真见过，就前2年帮人办白事的时候见过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又不是鬼。李奶呢？刚才吓着了，光顾着跑，不知道把李奶扔哪儿了，反正肯定是丢了。李奶呢？刚才吓着了，光顾着跑，不知道把李奶扔哪儿了，反正肯定是丢了。打着手电开始找，最后在草窝里找到了。宋先生连连给李奶作揖赔不是，并且厉声呵斥我不小心，还说我们几个这几天都会倒大霉。翻过狼坡，到了土林沟，我看到在一片空地上堆着一大堆干柴，显然是白天就准备好的。小伙子，来帮忙。宋先生，把人放这上面就行了吗？那不行，还得把李奶身上穿的衣服全扒了，不光寿衣，是里外全部衣服都扒了。什么？人我已经给你备上来了，我不管那些事，你自己来吧。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却是事实。2个人把李奶抬到柴火堆上，宋先生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，没有犹豫，掏出打火机直接点着了干草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来时干干净净，去时干干净净。走吧，没事了，大家辛苦了。文化局明天来了要怎么说？我们人都烧了，他们还能怎么的？最坏的结果就是交点罚款，批评1顿而已。对了，小伙子，你上午在家休息，吃了中午饭，下午过来找我，我们要出晦气，不然近期可能要倒霉。行，那我明天下午过去找你。我又去叶子家蹭饭吃，中午我吃了2大碗鲜菜配大米饭，他爸端着碗去了门口，我们在屋里吃。我发现叶子还是有点想勾我，因为吃饭的时候他老是看着我。唐风，你今天不是说给我钱吗？你慌什么？我又不跑，就这1、2天，你别慌，我有空就去了。那你可有记得要给我8万块钱？知道。吃饱了，我走了。查先生，你不是要给我算上1卦吗？我来了。不是渣，是茶，坐吧。我操，你干什么这是？你知道我为何说你家中无父母？你鼻梁右侧有一条悬针纹，你看，现在水流下来了，会看得更明显。还真是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行里人说，编成悬针，一马平坦，天中狭小，中正下陷。这面相说明了你从小和父母缘分薄，是孤零之相。还有，明眉目间能明显看到悬针纹穿过，这足以说明是父母早亡了。我听得有些愣神，没去找毛巾擦，任由脸上茶水顺着下巴往下流。哎，你小时候日子过得苦，导致长大以后表现轻浮，要懂得收敛。所谓夫为难庭，是我看你姻缘线已经走偏了，以后结婚生子会是个麻烦事。不是，你先别说话。我们心态相法上说，火星贯天庭，火星就是发际线，你发际线平整茂盛，就像是比着尺子长出来的，这说明你在某方面很有天分。鼻子2侧是一个人的财帛宫，鼻翼代表财库，你鼻翼隆起有光泽，外看白中透红，这是正常人的发财相。但是什么？但是你地格薄平，根本就存不住事业正财，印堂过分红润了，以至于在我看来是红润中带着2分赤色，赤色就是说的监牢之灾。小伙子，如果有天你起来照镜子，自己能看到自己额头上这抹赤色了，那天你离大难临头就不远了。他说的这些话我需要时间消化琢磨，但其中一部分我听懂了，非常震惊。深吸2口气，我问查先生，那你说我以后的前途呢？你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，让我既能发财又不会出什么事？哈哈，如果生在乱世，你这种面相8成是要落草为寇，去山上当土匪的。你又想一直发偏财，又不想接受对应的风险，天底下哪里会有这种好事？土匪也还能当大官呢。大师，你快给我改命，
要不你说个价钱，我给你钱也可以。不要钱，如果要钱，我就不会跟你说这些了。我从小跟师傅学的心态看相，没那么多顾虑，知道的都会说给你，我不说的就代表我不知道。在我看来，你们这种江湖之人脸上透露出的命数是会变的，现在批命批不准，保不齐你以后能碰到贵人。走了啊，小伙子。查先生，你去哪？在这过年啊，当然是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了。前后不过一杯茶功夫，查户口帮我批了命。回想他最后说的几段话，我拿来镜子照了照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哈哈，什么玩意，把我照得这么帅？老板，高货要不要搞一下？黑的还是光的？光的。趴的还是立的？立的。老掉牙还是小年轻？老掉牙。我们交谈，黑的指见不得的光的青铜器，光的指瓷器和玉器，趴着的还是立着的？趴着的是指盘子、杯子、碗，立着的是指罐子、梅瓶等利剑。老掉牙是说唐宋以前的高古瓷，小年轻主要指清3代往后的东西，不用打开箱子。这么互相问几句，都明白了。我知道这黑胖子不好弄，要当心。脱了口罩吧，这大热天的不热吗？还行，不怎么热。你这店里有空调吗？哈哈，娟儿，给弄壶好茶来贵客了。兄弟，让咱开开眼吧。这玩意带刻花的，这不是定窑吧，兄弟？好眼力，你再仔细看看。邢窑还是光泽窑？光泽窑。原来是光泽窑的白瓷，怪不得。虽然是地方窑口，但这东西不多，在北方很难见到。没问题，明说了，老哥，我想要它，咱们谈谈，就从万数开始谈吧。你总共弄了几个？都是全品？一共10个，单价嘛，我要40万。来，年轻人消消火气，火气太大了，可谈不成买卖。火气小点了吧，再说个价吧。30万一个。你看你调皮了不是？黑胖子抓住我2根手指放下去，现在就剩1根手指了。他笑道：“这才合适，往这个数谈。”从下午2点一直谈到傍半，抽了7、8根烟，喝了1肚子茶，最后总算谈成了，一个7万5，打包优惠，10个算70万。这个价格在当时来说，不能说高，也不能说低，只能说他买的合适。因为银行关门了，不方便转账，我打算晚上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一晚，等明天银行开门了，一手钱一手货，顺便再给叶子把钱打过去。不敢让叶子知道我卖了多少钱，他要是问起，我打算说一共就卖了20万。晚上下楼溜达着买饭，突然在马路边看到一个熟人。怎么会是他？怎么回事这是？我刚走过去几步，突然远处有几辆摩托声传来，眨眼即到。从车上下来几个人，脸色铁青，怒气冲冲，指着就骂：“他妈的，你个逼崽子敢打我姐！兄弟们，给我打死他！”别打了，兄弟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谁他妈是你兄弟？狗篮子打我姐！今天我要是不把你腿打折，老子就不姓马。你赶快走，不要把人家打坏了。你是不是想把咱爸气死？姐，他欺负你，我怎么能不管？没事，赶快让他走吧。哼，我让你欺负我姐。干什么的？都干什么？住手！马介元，又是你小子，你是不想出来了是吧？我错了，不该打人。警官，真是我弟，他不是故意打人的。刚才有人欺负我，求求你不要抓他了。跟我回所里再说，先把人送医院，然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姐，你回吧，我这是防卫过当，进去吃2天窝头就出来了。马凤凤紧咬嘴唇，那表情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的。来了2辆警车，把这伙骑摩托的年轻人都带走了。马凤凤抓着衣角，茫然无措的扭头乱看，一瞬间，隔着马路，她和我四目相对。干什么？小伙子，打扰了，楼下有人找你。我说你没在吧，他又不肯走，非得让我上来通知你一声。找我？谁找我？不会是马凤凤吧？小伙子，人姑娘已描述了长相，说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长得方方正正的，我一听就知道是你。不是，我怎么长得方方正正啊？我又不是方脸。
你找我做什么？昨天早上那人是你吗？你都看到了？不是。我弟不学好，把人打坏了。我昨天去医院见了被打那人，我给他下跪了。对方说我要是能赔他3万块钱，就可以写谅解书，不追究责任。我只有6000多块钱存款，又借了朋友9000，还差1.4万。所以你想干什么？找我借钱？不是，我问你，你知道我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是你有问题，还是我长得就像个冤大头？我们就见过一面而已，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开口管我借钱？你走吧走吧，赶快走，我没钱。等等，我是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但我知道你是颗水棘龙窑挖瓷片的。你闭嘴，有病吧你？这么狠！马凤凤眼睛通红，毫无征兆，她突然扑通一声双膝跪地，跪在了我面前。对不起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知道挖瓷片的都有钱，我能借的人都借了。我爸中风瘫痪在家了，我弟不学好把人打坏了，我得管他。我们只见过一面，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，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呢！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他红着眼给我磕头，是真磕头，砰砰的能听到声音。看有路人停下脚步看热闹，我直接把他拽起来，薅进了旅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下跪磕头，但我找不到理由帮他，根本不熟。我一定会还你，我白天去工厂打工，晚上去街上卖小鸡，半年我就能攒够钱还你。难道是走了？我悄悄打开房门，只见马凤凤蜷缩在墙角，她在低头吃着一块干饼干，吃着吃着还抹眼睛，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那年冬天下着雪，我去给奶奶借钱，也是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抹眼泪，而此时此刻，我心软了。进来说吧。这里一共1.4万，稍后给你留个卡号，尽快还我。谢谢，谢谢你。你还要干嘛？怎么不走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向云峰，还钱的时候记得对好了，别转错。好，恩人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你，我保证。出去把门给我带上。马凤凤离开了旅馆房间，我在床上看了会《盗墓笔记》，11点多困，打了个哈欠，我起身关了灯去睡觉。黑暗中躺在床上，仔细想着白天所发生的事。自打出了木偶会这档子事儿后，我藏在山沟里，怕被人找上门，有时候也会提心吊胆，经常失眠。我发现有个办法能快速入睡，就是学谢启荣教我那招炼精化气。髋关节放松，双腿弯曲，双脚鼻子面对，脚掌合在一起，尽量脚趾头都对在一起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把双脚向自己裆部提，会感觉到疼。保持住这个姿势，两手扶住正头顶。好，这时候你会感觉嘴里会很快充满了唾液，再把唾液分3次吞下。峰哥，快醒醒！峰哥，别睡了。小米被小米的声音叫醒，我缓缓睁开眼，一睁眼就看到前半夜离开的马凤凤，不知道怎么进来了，正站在我床前。马凤凤，你干什么？死！求求你，你死吧！马凤凤似乎爆发了全部潜能，刀尖一寸寸下移，逐渐靠近我脖子。一瞬间，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。云峰，如果你以后遇到了这种情况，看下刀尖，刀尖朝外是闹着玩，刀尖冲里就是要你命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注意看对方是正握还是反握。小轩现在就是反握的。宇哥，那要是正握咋办啊？笨蛋，当然是踢蛋啊，踢裆。那要是女的呢？肯定是踢肚子啊。错了，那是电视上演的。云峰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对方铁了心要杀你，你就不要分男女了。这时候你踢对方或者踹对方都是多余，你踢2下泄了气，分散了注意力，下一秒对方的刀就可能落你脖子上了。那怎么办啊，宇哥？这样。疼疼疼疼疼！
你妈了逼！我好心对你，你却想对我下死手杀我，狗曹东西！杀了我就能拿走钱了是吧？杀了我就不用还钱了是吧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杀了我就不用还钱了是吧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喂喂喂，你们俩注意点好不好？控制一下音量。刚以为地震了，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别打我了，我错了，香哥，别打我了。滚蛋！谁他妈是你香哥？刚才要不是突然醒来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现在我早躺床上不动了。香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想要你的钱，放了我吧。我爸还瘫痪在床上，没人照顾。这话不能信，一把将他推倒。我起身去看旅馆房门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明白了。我想了个办法，问问你看行不行？就是把你分成几块，然后装塑料袋里提出去，怎么样？不要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我不光是为了你的1万块钱，是有人让我害你。事后对方答应给我6万。谁？你放过我就告诉你。总共待了没几个月，我在福建当地能有什么仇人？是不是一个黑胖子找的你？我猜对了，说出来，我让你少受点罪。点着一根烟抽了口，我蹲下来，把通红的烟头放在了他眼前，距离不过3公分。我说，今天早上我认出了你，看你进了烟酒店，我本想跟进去，这时候有个胖子叫住了我，让我跟他客旁边的饭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和我聊了10多分钟。我说我知道你以前是挖瓷片的，胖子说你的什么货是坑里出来的，你住的地方一定还有别的存货。所以你就干了？在医院被打伤那个人，其实他要的不是3万块赔偿，是要10万，我没有办法。凌晨4点多，经过刚才的事儿，早没了睡意。我将马凤凤手脚绑上，嘴堵上，又把她牛皮包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。她包里有卖小鸡的记账本、圆珠笔、小镜子、饼干，还有部爱立信牌子的翻盖破手机。拿起马凤凤的手机，我考虑了几分钟，按了一串号码打了过去。喂，哪位？我没打错吧？我田哥呢？甜，有人找你。喂，田哥，我云峰。向云峰，你干球！凌晨4点多打电话，不让睡了？哪里的话，田哥，我不方便和把头联系，我现在是一个人，有两难了，想找你帮个忙。别废话，直接说事儿。我出货碰到了黑吃黑，越想越来气，咽不下去这口气。谁？叫什么？是南平古玩店一个胖子，姓王，叫王良。不认识，没听说过。另外，你跑福建了？是。你记这个电话。桌子上有圆珠笔，记下了田39念的手机号。电话里又传来女声，问我近期怎么样。嫂子好，我挺好的。小洛，别跟这小子说了，净他妈给我麻烦，快挂了。2天之后，上午10点，一发股完成，3楼。娟儿，你说这是能成吗？2天没什么消息，我心里头不踏实。老板啊，那些罐子还带着土沁，肯定是一坑出来的。那男的100%是盗墓贼，他住的地方一定有好东西。那70万不该花，早听我的，咱们就一箭3雕了。那丫头呢？那丫头怎么办？至于那丫头，就没想给他钱，这事儿就拜托马哥你了。你们放心，小丫头有的是人愿意要，我给她套上麻袋，卖到北方山沟里，保证这辈子没人能找到她。那就麻烦马哥多费心了。干得不错，炫儿，给我倒杯茶。明前龙井第2泡才最好喝，尝尝。谢谢。二位，这是谁？兄弟，来找我干什么？咱们可是早就钱货两清了。你这不是废话？我找你当然是来喝茶的。听说老板你店里珍藏了一种茶叶，叫一箭3雕。我来尝尝。他妈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那个盗墓贼吧？哈哈，我说你傻还是不傻，总算看出来了。谁？是谁在外面闹事？哼，张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老马，没想到你也在这里，这事儿你参与了？黑吃黑，老马，你知道这小子背后是谁？是谁？你净给我找麻烦，挣钱没错，但你得有命花。我爹都说过别惹那个人，你是不是比我爹还牛逼？
还他妈坐着喝茶，过来。小兄弟，想怎么解决？我这人好说话，不用道歉，让胖子把货款结给我就行。他收了我的货，还没给钱，这要求不过分吧？货款是多少？王老板，当时咱俩谈的是多少来着？兄弟，是70万，我还没给你呢，今天正准备要给你。哎，不慌不慌，我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的。那就这样，他不敢不给你。像兄弟，我还有很多事，欢迎你在南平玩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那以后有机会，在田哥那里给我说几句好话。一定一定，多谢了。等等，你姓向，向云峰。他走过来，看都没看中年人，微开他说：“看这事儿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。我是2级库丁，我也姓向，叫向娟。娟儿，难道你们认识？我本想黑吃黑，不料被反黑吃黑了。不愧是高级库丁，娟儿输得心服口服。你在跟谁说话？什么意思啊？认错人了吧？谁叫库丁？”娟儿满脸笑容，给了我一个懂你的眼神。此时，田39找来帮忙的这名中年男人皱眉说：“姑娘，你刚才推我了？怎么可能啊，张哥，都是误会，就是想跟你打招呼，怎么敢推你呢？是吧，娟儿？”“是啊，张哥，人家怎么敢推你呢？”张哥别激动，嘴下留情啊。哼，一定得除掉这个娟儿，她不死，马上就是我死。向先生，咱们能不能去里屋谈一谈？姐妹们最近都在传百闻不如一见，4级库丁，你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位。你真认错人了，我不叫向库丁，我叫向风。近段时间会里需要钱，各地库丁任务都很重，我怂恿死胖子黑吃黑也是为了完任务。像库丁你在蛇庙，仅用1个月就帮他们完成了1年的任务量，这事儿谁不知道？没了，你想说的就这些？我反应不过来了，看他表情不像在说谎，和他聊了一会儿，从侧面打听到的消息让我心头大震。啊！我交钱了，没道理啊，我钱还在卡里呢，这到底是谁帮我交的？4级库丁每月要交15万，这个月你也是早交了，难道不是吗？对，我都差点忘记了，我上个月交的，哈哈。怪不得我甲失踪以后，把头说木偶会好像就没找过我。苦思冥想，我心想，这是谁给我交了钱？回到住的地方，屋里窗帘拉着，打开灯，马凤凤还被绑在椅子上，拿掉堵嘴的破布，看着他问：“后悔吗？”“后悔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”“你想要我的命，我怎么能放过你？况且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对不住了，我向云峰以后不再当冤种了。你我都是成年人，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今天晚上一个姓马的会来接走你，我把你给他了。”马凤凤手脚捆在椅子上，他对我下杀手，就算我杀了他，也是正当防卫，但我没这么做，下不去手。我看他眼泪在眼睛里打转，存不住了，一行清泪流了下来。那向先生，我们先走了，等收到钱，我全交给兄弟你。不用，我不要钱，赶紧走。左一右把马凤凤架到了金杯上，马凤凤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恨意，更多的是绝望。望着金杯车的背影，我心里总是高兴不起来。我从没动手打过女的，更别说卖了。大哥哥，我拿不到，你能帮我拿下球吗？哦，好。大哥哥，我妈喊我了，球送给你玩了。这孩子，咦，不对劲。我又返回来，捡起弹簧球，对着路灯照了照，球里有一个纸团，打开一看，我愣住了，正中间画了2个圈，圈里写了一行字，池子8角后，楼上2角，4香园2，特作香园，今日3场，玉堂春，南阳节，女驸马。把红纸反过来，又写着10万隧道后院2楼，10元旦角听戏，欢迎光临。这是谁？为什么给我这张东西？你到底是谁？这么晚叫我来干什么？钱是我帮你交的。你帮我交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帮我？不认识没关系，现在不就认识了吗？钱算什么？在我看来，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垃圾的东西。我姓石，太爷爷叫石玉泉，我家祖籍山东济南。姓石，石玉泉，济南人。这个人名听起来有点熟悉，好像以前在哪里听到过。突然间，我脑海里宛如炸雷，想起来了，石玉泉，我听乞丐刘也讲过，这人是长春会创立者，同时也是长春会这个庞然大物的第1任会长，心头大震。那就是说，是长春会帮我交了钱。如果他没吹牛逼，这个年轻人就是长春会当今的太子爷。咱们是同龄人，你不用拘谨。听说你和干爷关系不错，干爷也是看着我长大的。我小时候，他还老叫我小石头。
今天请你来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莫我会高级库丁的身份，钱我会帮你按时交，只要你不说，此事别人不会知道。让我保持库丁身份是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从长远看，当然有好处。赵青婉那个老妖婆能量很大，我想对付她，你以后能帮上我忙。哈哈，我不行，我没脑子，很笨，干不好，拜拜。朋友，你走当然可以走，就是我刚才有句话忘说了，你们的盗墓小团队里有个香港来的女孩，很漂亮。你听着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是什么身份，如果你要是敢在她身边出现，我会亲手把你埋土里。你看你，我只是夸那女孩一句漂亮而已，你别想多了，也别紧张，好好想想我说的话，就不留你一块吃宵夜了。我深深看了这男的一眼，转身离开了。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，长春会想要利用我去木偶会给他们做内应，但这要是被大辫子赵青婉抓到了，100%会扒了我的皮。回去后一觉睡到下午，我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几个月没敢用的手机卡，装上开机，有很多条未读短信，有陌生号，有于哥的，豆芽仔的，还有2、3个女孩子的，是谁咱就不说了吧。云峰，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？现在局势变了。我说是，随后把在石原见长春会太子的事说了。把头听后沉默了2分钟，开口说道：这事儿就我们2个人知道就行了，豆芽仔小轩无忧无虑，他们心里装不下事儿，就别让他们知道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云峰啊，你现在可成了香饽饽了，认识了很多我都没见过的大人物，哈哈。别笑话我了，把头，我快烦死了。不用慌，长春会找上你，这未必是一件坏事。你仔细想想，有时候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却能活得更久。云峰，那按照之前的行程计划，我们洛阳见吧。好，洛阳见。云峰啊，你现在可成了香饽饽了，认识了很多我都没见过的大人物，哈哈。别笑话我了，把头，我快烦死了。不用慌，长春会找上你，这未必是一件坏事。你仔细想想，有时候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却能活得更久。云峰，那按照之前的行程计划，我们洛阳见吧。好，洛阳见。去洛阳是把头之前就决定的，在永州那时候是把头开了几天车去洛阳借来的鸭子，现在要还给人家，我早就不想在这里待了，但还有事没处理完。我现在就在你店门口，我今天一定要拿到钱，胖子，要不然我让张哥来跟你要。你看你，别啊！我现在在外地，这不是在努力凑钱吗？兄弟，你要给我点时间啊！让老母鸡下蛋还得让它卧1天呢，你说是不是，兄弟？你说的对，我给你听个声吧。卧槽，兄弟你别，千万别这么干！3天，你最后再给我3天，我一定把钱凑齐。行，我给你300年时间都行，你慢慢去凑吧，我就进去拿点东西抵钱了。没等他，我直接挂了。转了一圈进到内屋，这是黑胖子休息的地方，床头柜有3个抽屉，能拉出来那种，每一层都挂着。抡起锤子就开始砸，把东西都拿走。我往抽屉里放了2根烟，又给他关上。你想要我的命，我今天就让你出点血。兄弟，你都拿了我店里什么东西？没拿什么，你刚才电话里不是还说在外地吗？坐火箭回来的，我就拿了3个盘子。还有呢？有没有拿别的？哼！你先别走，我回去看一眼，马上过来，兄弟，我马上过来啊，咱有话好商量。等你个毛的，让你有钱不还老子！想了想，我还是给他回了条短信。胖子，给你留了2根烟，抽吧，不用谢，不服找张哥。咦，他妈了个逼！哎呦我的妈！2天之后，我来到洛阳，把头和我定的会合地点就在30里村。这个村子和后沟一样，在外有个大名鼎鼎的外号，叫什么？叫天下第一盗墓村。大姐，大姐等等。大姐好，你们村里卖水的地方吗？小卖部。小伙子，你从哪来的？旅游的，哈哈。旅游的？我们这里有什么好旅游的？你是不是来盗墓的呀？什么啊，大姐，我就是来旅游的，顺便走走亲戚。咱村里不是有个叫李元宝的人要结婚吗？我是他朋友。你是小宝朋友，我是小宝大姨。那咱可是太有缘了。嘴真贫，你和我这个老婆娘能有什么缘？那快走吧，你来得早了，小宝后天才结婚，这大热天的，先去家里喝口水吧。李元宝是李学亮孙，就是李学亮借给了把头回生鸭，而李学亮的爷爷李元宝的太爷爷就是大名鼎鼎的
洛阳李鸭子跟着大姐进了村，七拐八拐走了10多分钟，他把我领到了一户小院前，门口还贴了个大大的喜字。小梅在家呢，你爷呢？毛姨，我爷和我哥去市里买酒了，要下午才回来。这小伙子说是小宝朋友，从外地来的，你给人倒杯水招待下，我家里还做着锅呢，先回去了。知道了，姨。妇女走后，这女孩洗了洗手，去厨房给我倒了一大碗凉白开水，一口气喝完。我把碗放在一边，我两大眼瞪小眼，时不时互相看一眼对方，谁也不说话，气氛很尴尬。你叫小梅是吧？请问有没有吃的？哦，那算了，你爷爷5点能回来。他又点点头，人不太想跟我说话，我也不好意思厚着脸皮去搭讪，当下就去门口打电话。把头，我到了，人没在家，你们今天能不能到？云峰，我们路远，要晚1天，大概明天下午能到。等老李回来了，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给找个地方住一晚，都是老朋友，没问题的。好，把头，那我在这里等你们。进院里有点尴尬，我就在门口石凳子上坐着休息，这里凉快，坐了1天多火车很累，我靠着墙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我一说你是我朋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是李元宝？是，怎么了？小宝，别问了，让人进来。哦，知道了。李学亮比把头大几岁，这年74岁，他一直有染发习惯，看起来还是蛮精神的一老头，穿着布鞋汗衫，腿不弯腰不抖。李爷好，我叫向云峰，是王显生徒弟。哈哈，你是小神眼峰，知道，我和老王几10年朋友了，到我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，不要拘束。我操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小神眼峰，我听说你的眼能透视，能看到人不穿衣服的样子。这是真的假的？我能透视，你听谁说的？听我一个伯伯说的，咱都是圈里人，又没有外人。我还听说了，那个非常牛逼的玉面梦场让你打得下跪了。在李爷家吃了饭，瘦小子把我叫到门口，和我聊了起来。另外，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28了。扯淡吧，你不可能28，说真的。他挠挠头，眉头一皱，略带2分不情愿地说：哎，其实我今年刚18岁。才18你就要结婚？那女方呢？女方比我还小。早些年我爸妈挖洞的时候，因为那天突然下了暴雨，洞塌了，他俩埋里头死了。这2年我爷爷一直给我张罗对象，好赶快抱上重孙子。这不，我后天就要典礼了。哈哈，那恭喜你。恭喜什么呀？我这就属于英年早婚，有什么好恭喜的啊？英年早婚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词。把头是第2天下午3点多到的，几个月不见，我非常想他们。一见面，放下包，豆芽仔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哈哈，疯子，我早就知道你小子命大，死不了。云峰，你好像瘦了，胡子都长了。哪里瘦了？吃了2天土豆炖蛤蟆，我都感觉自己胖了。土豆炖蛤蟆是什么东西？那怎么吃？俗话说女大18变，越变越好看。几个月没见到，感觉小轩又变得好看了。于哥还是老样子，还是大光头。休息了个把钟头，把头提着笼子去给李爷送鸭子，回声鸭在笼子里关着，耷拉着脑袋，显得有些垂头丧气，时不时扭头，用芝麻大的小眼睛看看于哥。对此，把头只是摇头叹了一声。云峰，这里头是3000块钱，待会儿你拿着随礼用。哦，好。看看这是谁来了？哈哈，老朋友，好久不见啊！李老哥，这是我借你的鸭子，你看看，完好无损。咱们认识几10年了，我信得过你，老朋友。这次到洛阳来，你还活动？看情况。李老哥，你呢？老朋友，我的钱花到死都花不完，现在就想抱个重孙子享享福而已。所以你们要活动的话，我就不参与了。另外，等我小孙子忙完婚事，我会尽快把借鸭子的10万押金退给你。这倒不慌，那就祝愿李老哥你早日抱上重孙子。你先忙。说自己英年早婚的李元宝今天添典礼结婚，端盘子、走菜、酥肉丸子。我端着托盘走过去，刚把菜放桌上，瞬间10几道筷子横空出现，跟打仗一样，一只整鸡，10秒不到就被抢完了。我正帮忙端茶胚，忽然李家门口传来一阵阵大声喧闹声，走过去一看，是几个男的，年龄20多岁。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伙人用杠子抬着个长方形东西，这东西用红布包着，看不清是什么。大家都吃呢，喜怎么样啊？李老爷子，恭喜恭喜！今儿个是令孙大婚之喜，我大哥特意让我过来给送一份礼，放下吧。这什么东西？难道是石头？我操，这他妈不是石碑吗？送给死人陪葬用的，谁这么缺德送这玩意？李爷，这是哥几个特意送来的新婚贺礼，您看看还满意不？你干什么？多谢了，这么好的礼物我怎么会不要？
各位一路抬过来累了吧？要不吃点喝点？不用了，您喜欢就好。既然礼物送到就行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走。把头，这伙人是谁？什么身份？真不怕挨打啊？人结婚大喜这天送个墓志铭过来。我们不要掺和，我了解我这位老朋友，敢当面咒他孙子，这几个怕是活不久了。